日出，龟山岛海景第一排就在大福观海旭日平台。阿娇米粉摊，米粉竟然免费吃到饱。老宅工业风，这里的早午餐绝对让你爱上。南洋博物馆超像一只大金鱼，展览也很值得看哦。鹈鹕飞奔，又急踩刹车，什么事这么急？乌龟摸大腿竟然直接站起来，来一线天椒盐秘境，登上岩顶，瞭望龟山岛，追火车，顺丰宫超佛心，还能免费吃冰棒。来宜兰传艺中心，除了逛充满古早风情的老街，还能欣赏精彩演出。来亚寮故事馆，手捧黄色小鸭，用照弹灯一眼看穿胚胎生长。宜兰爆红神秘水报，仿佛走进魔界洞窟般的秘境洞穴。宜兰最美寺庙北后寺，转经轮，每转一匝都是一次心灵诵经。嗨，大家早安！现在是早上4点多，我们正行驶在国道3号上。今天这么早起床，你们猜 Emily 要带大家去哪里呢？导航到大福观海旭日平台。没错，就是要一起看日出。看完日出 ，Emily 还要跟大家一起玩遍宜兰。这趟旅程沿途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宜兰独有的风情与土地的魅力，每一步都是我们用心感受的足迹。跟着 Emily 一起出发。大福观海旭日平台看日出。等待是一种温柔的期盼。如果你也在现场，你会拍哪个日出的角度呢？留言告诉我哦。太阳出来了，第一道曙光送给你，希望你今天一切顺利。北关海潮公园，登上岩顶秘境。Emily要带大家来一个超美的私房秘境——北关海潮公园一线天。你知道吗？这里有经过千万年海水冲刷而成的单面山和豆腐岩等地质风貌，踏出的每一步都让人惊叹。欣赏盘根错节的大树，走上依附在山壁蜿蜒而上的栈道。每处转弯都是一个风景，绝对让你拍不停，看不腻。而且来这里还有一个惊喜，就是爬上这里的最高点岩顶，从制高点看奔驰而过的火车，远眺龟山岛全景，请听海浪拍打在岩石上的浪涛声，绝美海天一色，一饱眼福。南洋8景之一的北关海潮，绝非浪得虚名。这位大哥为了拍火车，可是有备而来，等待绝对值得哦。乌石港，搭船绕龟山岛和登岛。来到乌石港，怎么能错过登龟山岛呢？这就像福龟的小岛，不止距离台湾东北角大约10公里，还是全台唯一的活火山。搭船出海，先看海豚在浪花间热力演出，再来就是梦幻牛奶海，乳白色与大海的蓝产生了渐层的美，让人目不转睛。抬头一看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山壁上形成一副巨大的眼镜，超神奇。登岛后别错过龟尾湖，湖水咸淡各半，清澈见底，超疗愈。还能走进有历史感的军事坑道，
好像来到天然冷气房。你准备好一起来一场龟山岛探险了吗？赶快动起来哟！南洋博物馆认识宜兰的窗口。来到宜兰，绝对不能错过这座曾经获得国内外许多项建筑大奖的南洋博物馆。它的外形就像一座单面山，最高的尖端还特别朝向龟山岛，外墙是灰蓝色瓷砖，配上玻璃帷幕，超吸睛。馆内展区从山之层、平原层到海之层，还有时光廊，走一圈就能一次看遍宜兰的自然、人文和地理风貌，真的名副其实是认识宜兰的窗口。你喜欢宜兰的自然与人文，想探索宜兰大地每一个精彩的角落吗？想认识宜兰，就从南洋博物馆开始哦。顺丰宫冰棒土地公，你知道台湾居然有冰棒免费吃到饱的土地公庙吗？这里是宜兰的顺丰宫，因为庙方推出冰棒无限供应，不但在网络上爆红，还被大家昵称为冰棒土地公。神奇的来由是2025年5月，宜兰抢孤文化协会在举办立孤柱仪式时，竟然意外发现一尊土地公神像，最后决定在原地建庙，取名顺丰宫。冰棒的由来就是因为我们选手以前的话，在练习的时候，我们都会买冰棒给他吃，队员们便以冰棒与信徒结缘，因此神明也被亲切地称为冰棒土地公。Emily 来拜拜吃冰棒，天香油钱，希望早日建炉成功。橘子乡蜜饯形象馆有免费的金枣茶在等你。大家知道吗？全台湾90%的金枣都出自宜兰哦。每年11月到隔年2月，正是金枣大丰收的季节，果农采收后新鲜直送，橘之香，一年辛苦的成果就变成一颗颗酸酸甜甜的小幸福。来到橘之香蜜饯形象馆，先别急着往里面冲哦，门口有免费的金枣茶在等你，田中带酸的金枣茶，喝下去马上精神饱满。走进馆内，各式各样的果干、金枣蜜饯还有果酱，通通都有。金枣控的天堂，手刀扫货去吧。隔壁的吉香工坊更有趣，可以自己 DIY 蜜饯，还有咖啡厅哦，边享受边拍美照。喜欢金枣的朋友，来宜兰一定要把橘之香放进行程清单中，不然真的会后悔哦。望龙皮下一站幸福来取景。望龙皮这座湖泊其实是几百年前因为山洪爆发而形成的天然湖泊，湖水全靠雨水多寡来维持，跟居民生活息息相关，所以耆老们就帮它取了个充满奇缘的名字望龙，希望风调雨顺，水源充足。后来这里因为偶像剧《下一站幸福》来取景，瞬间爆红。虽然望龙皮不算大，但湖水清丽，景色迷人，生态也很丰富，走一圈会觉得小而美，既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，又不会累。对喜欢山水但腿脚不便的长辈们来说，相当友善。来到这里，除了华湖步道可以慢慢散步之外，还有一座弯弯曲曲的九曲桥，更是必拍的美景亮点哦。福山植物园，台湾最大的植物园，
福山试验林主要划分成3大区域，不过呢，只有植物园区开放参观，而且只运用地势较平坦的30公顷作为展示区。宜兰福山植物园是台湾最大的植物园，入园免费，但记得一定要事先预约才能进来哟。请尽量走在步道上面，看到猴子不要怕，好，眼睛对眼睛就是比较不好，是他会觉得你跟他挑衅，你要跟他打架。那平常的。听完导览员的解说 ，Emily 已经迫不及待想入园寻找山羌和台湾猕猴的踪迹。一进到园区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水生植物池，池水特别引入哈盆溪，造就出丰富的生态系。不仅能看到鱼群，还能看到不同品种的蝴蝶和蜻蜓。正当我还在观察时，没想到下一秒，一只山羌竟然大剌剌地从我面前走过去，太神奇了吧！我还没去找它，它竟然就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再往里头走，还能看到猕猴正在觅食。虽然 Emily 是用手机拍摄，没办法看得很清楚，但能亲眼看到，真的十分感动。走进福山植物园，一起放慢脚步，看见无痕山林造就出的多元生态，感受一场与大地万物的不期而遇。宜农牧场亲手喂食动物。你们两个怎么了？你们两个怎么了？你们两个怎么了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了，好了，不要啊！前一秒还是可爱的小猪，奶瓶一出现，瞬间变成战斗猪。山羊是这里的头号明星，只要一看到牧草，马上展开激烈的拔河大战，互不相让。宜农牧场30年前是靠养羊起家的，提供最新鲜的羊奶给宜兰居民。现在园区不但将新鲜香醇的生产理念延续至今，还玩出了许多新奇的口味。现在呀，这里可不只有羊哦，还有一大堆超萌的小动物陪你玩，而且都能近距离互动，亲手喂食，小朋友开心，大人也放松，难怪要升为宜兰超夯的亲子景点。北后寺宜兰最美寺庙，想不到在宜兰的乡间小路里，竟然隐藏着这么一座美丽的禅风寺庙。整体建筑融合了唐朝古韵与日式禅意，走进来的每一步，仿佛都置身于艺术与美学的风景中。大殿后方的禅房特别迷人，榻榻米地板搭配窗外的自然景色，让人感受到一份平静与自在。两侧的转经轮也很有特色，转上一圈就完成一次心灵的诵经，寓意着祈福。寺内还有一栋上课堂，可以坐下来品茶、尝饼、随喜功德，或买平安饼当伴手礼都可以哦。向阳早午餐，日式玻璃质感老宅。向阳早午餐外观看起来就是一栋普通的2层楼透天厝，一走进去直接就是楼梯，用餐区在2楼，别被外面小小的招牌骗了，里面可是人潮满满。我们这次很幸运坐到沙发区，提醒大家一定要先定位哦。餐点主打吐司、面包、饭团，名字都超有创意，光看菜单就想全都点来试试看。每一盘都附上满满生菜和水果，摆盘超用心，还有红茶或美式咖啡搭配。宜兰传艺园区
穿越特色老街，时光倒流，走进传艺园区，直接穿越回30-40年代的台湾老街。这里有湖口、三峡、鹿港的建筑特色，走进来就像时光倒流，满满古早味扑面而来。布袋戏偶、捏面人、玉石抛光 DIY 通通有，还可以去参观传承60年手工肥皂技术的茶山房肥皂，去拜文昌帝君补补考运，然后在庙前坐下来看戏剧演出。还有更有趣的，搭画舫船游月河，换个角度欣赏传艺园区。最后记得来广孝堂敲响铜锣，帮自己的旅程加个快乐的回忆。鸭寮故事馆可以体验抱小鸭鸭的地方。鸭寮故事馆的前身原本是谢记家族饲养鸭子的地方，2008年因为台风重创而荒废，直到2014年才重新整理，化身为一个保存养鸭历史、推广养鸭文化的特色场域。走进这里，你不仅能和鸭子近距离互动喂食，导览人员还会拿着照蛋灯，让大家看见鸭蛋里胚胎的发育过程。在特定时段，还能亲手抱着毛茸茸的黄色小鸭。树懒餐厅萌宠乐园，诱惑实在太多。你看过鹈鹕飞奔又急踩刹车吗？嘿，到底是在干什么啦？哦，原来是赶着去参加1天3场的鹈鹕喂食秀。乌龟，你摸它的话，可以摸它肩胛骨这个地方，大概是这个地方，这样抓它，它一舒服就会整个站起来。为什么呢？舒服啊，然后它会希望你再多摸其他地方。那站起来就是把全身裸露的地方给你，让你可以去摸它。原来工作人员说的是真的，母乌龟竟然直接站起来。羊驼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到底是撒娇还是皮在痒呢？这里就是宜兰的树懒餐厅萌宠乐园，想看水豚君，想喂食小动物，园区里的动物都好可爱，一次满足你。肚子饿了，直接在树懒餐厅用餐。餐厅走的是轻工业风，装潢简约，绝对满足你的味蕾。不是来看树懒的吗？结果竟然给忘了，我连拍都没有拍到树懒。真没办法，这里的诱惑实在太多了。东山河生态绿洲，穿越神寺魔界洞窟的神秘水道。宜兰东山河生态绿洲，这是一座富裕开发的东山河森林公园，位在东山火车站附近，拥有一大片绿地与东山河景。整个园区占地高达18公顷，视野相当广阔，为一座大型的公园区。入园行经森之迈人行木桥的时候，别忘了放慢你的脚步，这里可是近距离追火车的好地方，是许多火车迷朝圣的地标哦。东山车站就在附近，火车来来往往穿梭在铁轨上，火车声由远而近，再从眼前呼啸而过，这种气势磅礴的节奏感，是不是很疗愈呢？来到这里，更别忘了重头戏搭船游园。第一站就是穿越神秘水道，神寺魔界洞窟的神秘水道，
难怪是 IG 上超夯的宜兰网美照景点哦。虎牌米粉观光工厂，米粉免费吃到饱。来到阿胶米粉摊，居然有米粉免费吃到饱，加点红葱鱿鱼，再来一勺小浓辣椒，保证让你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。这里不只有早期的生产设备展示，同时还还原了1970年代的创业时光街景，带你穿越回到那个怀旧年代，看看米粉如何从台湾走向世界，成为大家记忆里的好味道。入园门票200元，不便宜，但是还送一包米粉加一张100元抵用券，还可以兑换手作 DIY。 最棒的是，馆内的米粉竟然可以免费吃到饱，想想还是挺划算的。还有门口的那只老虎公车也超好拍，像不像台湾版的龙猫公车呢？宜兰饼发明馆，世界最薄的牛舌饼。这里居然有巨无霸牛舌饼，还有超大的安菇桂模具。这是来到了巨人的家吗？不是哦，这里其实是充满创意的宜兰饼发明馆。走进馆内，1楼左边是主题馆，带大家走一趟宜兰的历史时光隧道，认识发明馆的故事。右手边则是古早嫁娶文物，如花轿、牛车等，还有伴手礼区，牛舌饼控们直接开启逛街模式，把好吃的宜兰饼带回家吧。往2楼走，还能看到透明化的生产线，让来宾能够近距离见证这道传统技艺的精湛工序，看见师傅们利落的手法，制作出世界最薄的牛舌饼，真的超疗愈。这次的旅程，我花了2天的时间走完，短短的时间，却像把自己交给山海，由它带走疲惫，让心跳与浪潮、风声一同律动。宜兰最美寺庙北后寺，北关海潮公园的巨浪，传艺中心的老街，萌宠乐园可爱的鹈鹕，还有水豚君。宜兰总给人一种慢下来的理由。走过这些地方，我才发现宜兰的美从来不是一眼惊艳，它更像是一场细雨，轻轻洒落在心头，不张扬却绵长，也像一缕茶香，只有在回甘时才最让人难以忘怀。我是 Emily， 如果你喜欢 Emily 今天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下期见哦！